距离首尔仅仅40公里，为何朝鲜这么多年来始终不敢真的南下？今年年初，朝鲜半岛再起波澜，伴随着金正恩的一声命令，朝鲜正式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与此同时，平定收复大韩民国也成为了朝鲜即将写入宪法的明确目标。在朝鲜的强硬态度下，很多人开始担忧战争将会再次爆发。毕竟，韩国首都首尔与三八线之间的直线距离才堪堪40公里，一旦朝鲜真的下定决心南下，恐怕韩国分分钟都要遭到平推。可是，这一切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今，互联网上总是三天两头出现关于朝鲜试射新型武器的新闻报道，因此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朝鲜比韩国的军事实力要强。的确，不可否认，在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的理念支撑下，朝鲜过去数十年里的先军政策确实让朝鲜的军事能力得到了不小的增长。但是在另外一面，很多人却忽略掉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韩国真的弱吗？要知道，站在韩国的立场上，北边住着一个随时可能要打你的邻居，就算没有惶惶不可终日，也不可能毫不担忧。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韩国像朝鲜一样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军事的建设上，反倒是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韩国难道就一点不怕吗？事实上，韩国还真就不怕，因为只要将朝韩两国的军事力量全部摆上明面，就会知道朝鲜才是需要担惊受怕的那一方。今年1月19号，美国军事力量评价机构 GFP 发表了2024年度的全球火力力量调查报告。在145个拥有常规军队的国家当中，朝鲜的军事实力排到了第36名，而韩国则位列全球第5。虽然纸上谈兵不一定准确，像常年霸居榜首的美国，也曾经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上相继吃瘪。但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朝鲜别说想要战胜韩国，可能就连抗衡韩国都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拥有全球第4大的军队规模，现役兵力119万，准军事力量18.9万。除此之外，还有60万的人民警备队预备役人员和570万工农赤卫队队员。这是什么概念呢？在2016年年底，朝鲜的总人口数是2511万，以此作为分母，那么就是说，朝鲜每天扛着枪和随时扛着枪的战士与准战士占到了总人口数的30%。如果刨去老人以及儿童，几乎可以说朝鲜做到了全民皆兵。而在韩国，强制兵役是其基本国策之一，除非为国家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以及有实在难以坚持的伤病，每一个成年韩国人都要接受兵役。一旦被发现故意逃避，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要遭受重罚。因此，在这样的铁拳政策之下，韩国的兵员数量也不容小觑。同样是在2017年，韩国的现役和预备役军队合计813万人，占到了韩国总人口数5092万的16%。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如果爆发战争，韩国能够征召的军队数量是不亚于朝鲜的。只不过由于人口总数达到了朝鲜的2倍，因此比例会更低。这也恰恰说明韩国比朝鲜实际上更具有战争潜力。当然，战争并不是单纯的比拼军队人数，毕竟美国可是用一场海湾战争告诉了全世界，技术才是硬道理。而在这一方面，韩国则彻底拉开了与朝鲜之间的差距。以现代战争当中最重要的空军力量举例，据韩国防务白皮书揭露，朝鲜空军总共拥有1650架飞机和直升机，其中作战飞机和武装直升机为545架。如果单单从规模上来看，这个作战力量是不小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的这些飞机大都是2代机与1代机这样的老古董，从俄罗斯进口的3代机米格29不超过35架，且型号非常早。与之相对的，韩国空军在这些年的发展当中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虽然作战飞机和武装直升机只装备了560架，但第3代战斗机却达到了230架之多。特别是 F-16CD 轻型战斗机和 F-15K 重型战斗机，几乎是国际公认的最先进水平的第3代战斗机改良型号。难怪会有军事专家做出评价，朝鲜在空战方面面对韩国完全没有任何胜算。最重要的空军差距都这么大，地面和海军就更不用多说了。因此，别看三八线距离首尔只有40公里的距离，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定就是朝鲜南下之路，更有可能是韩国的北上之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韩国军事实力比朝鲜强，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韩国没有大喊着要收复朝鲜呢？其实，朝鲜之所以能够让韩国现在这么乖巧，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朝鲜手上有韩国不敢轻举妄动的东西，它就是核武器。上世纪50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之下，朝鲜一度走到了亡国的边缘。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不堪经历，在朝鲜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亲自下令，朝鲜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他表示，虽然朝鲜只是一个小国，但别国拥有的东西，朝鲜都应该拥有，包括核武器。于是，在1956年，朝鲜与苏联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了核工业开发计划。客观来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时代的必然选择。正如钱学森说的那样，手中没有剑和有剑不用是两码事。朝鲜没有那个胆子，敢拿整个国家的命运去赌美国的善良。更何况，无数的例子证明，美国这个国家跟善良从来都是不沾边的。但话说回来，站在其他国家，包括苏联的立场上，让朝鲜拥有核武器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毕竟，朝鲜半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向来都是大国角逐的中心地带。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势必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想明白了这一点，迅速调整与朝鲜在核工业方面的合作方针，敦促后者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但显然为时已晚。2005年2月，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朝鲜正式成为核武器拥有国。随后，在2006年10月，朝鲜正式跨越核门槛，公开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努力，希望让半岛重新回到无核化的状态当中，但伴随着一次次的谈判破裂，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朝鲜就是一个非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朝鲜有核，这使得其哪怕现在军事实力弱于韩国，但在声量上毫不逊色，甚至敢于直面美国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如今美国与韩国越是狼狈为奸的勾搭在一起，加大对朝鲜的压力，越让朝鲜认为自己发展核武器是正确的选择。如果美国和韩国不能改变对朝鲜的这种敌对态度，那么半岛核问题将永远不可能有解决的那一天。实际上，对于现在的朝鲜来说，或许真的已经到了变革的边缘。比起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经济民生方面怎样追赶上韩国，或许才是朝鲜应该要引起重视的事情。正如在最近的一次国际法庭会议上，俄罗斯代表说的那样，战争只能带来战争，仇恨只能引起仇恨，战争从来都不是人类社会的必须。或许卸下包袱，对于朝鲜而言，才能走得更远。